小牛第一次见到妈妈，结果换来的却是母亲的一记重击。小牛呆呆地愣在原地，他不明白为何妈妈要这样对待自己。这时爷爷过来抚摸着小牛额头，告诉他不要伤心。可为什么牛妈妈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呢？爷爷说这只小牛是个早产儿，由于身体虚弱外加天气寒冷，导致小牛一直无法站立。于是牛妈妈选择放弃了抚养，但老人并不死心，他和同事连续为小牛按摩了一夜，这才让他保住了性命。可冻伤还是留下了许多后遗症。看着满身伤痕的小牛，老人决定独自抚养它长大。在他每天精心的照料下，小牛最终恢复了健康。从那以后，小牛似乎把老人当成了亲人，不管爷爷走到哪里，他都要跟在身旁，像极了爷爷的小跟班。哪怕是老人在工作时，他也要在一旁看着。就连农场的同事都忍不住羡慕。他说自己养了几十年的牛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粘人的。说着，大叔也想上前抚摸几下，但小牛却丝毫不给面子，转身就朝着爷爷的方向跑去，仿佛只有跟在爷爷身边，他才有十足的安全感。大叔说这只小牛非常另类，他从不和其他牛群接触，每天哪里也不去，就乖乖地待在老人身边。可小牛的成长始终离不开妈妈，每次看见其他小牛在大口喝奶时，他总会流露出莫名的伤感。细心的爷爷察觉到了小牛的心思，于是便打算让他和母亲一起生活。可就在小牛靠近母亲时，牛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好脸色，反而直接走开了。母亲的举动顿时让小牛伤透了心。爷爷马上跑过来安慰他，不就是牛奶吗？妈妈不给喝，爷爷给你。很快老人就把小牛带回了家里，接着热了一大瓶的牛奶。热完奶后还帮他试了试温度，畅饮一番之后，小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他高兴地摇晃着尾巴，看着小牛开心的样子，老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老人膝下无子，自此以后爷爷便将小牛当成亲闺女来照顾。有了小牛的陪伴，老人的脸上也多出几分笑容。两个孤独的灵魂似乎也找到了彼此的依靠。由于天气转凉，小牛突然打了几声喷嚏，这可把爷爷心疼坏了，马上去镇上找来兽医给他检查身体。医生表示小牛并无大碍，只是感染些风寒，打几针就好了。听到这里，爷爷才把悬着的心放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爷爷就开始帮小牛梳理毛发，而老人自己也对着镜子进行梳妆打扮。他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吃完早饭后，爷爷带小牛来到镇里，接着走进了一家照相馆。原来老人是想把美好的时光记录下来，伴随灯光的不断闪烁，爷爷和小牛的故事被定格在了一张张温馨的画面中。老人看着照片里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而此时小牛也凑上前安慰爷爷，似乎在说爷爷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时光匆匆如流水，2年半的时间一闪而过，原本瘦弱的小牛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块头。他被爷爷喂成了牛场里体重最大的牛犊。谁都想不到，曾经弱不禁风的小牛，如今却长成了一只巨无霸。可他对爷爷的依赖却丝毫没有减少，总是喜欢跟在爷爷身后。但老人每天有许多工作要完成，根本没空搭理他。此时小牛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，用头不断拱起草堆来吸引爷爷的注意。这副模样不仅把老人看笑了，就连其他牛群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。虽然小牛现在越长越大，但性格却和小时候一样顽皮。他喜欢在野外到处撒欢，甚至跟2年前一样和老人在一起嬉戏玩耍。看着小牛健硕的身体，老人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。不久后，爷爷发现小牛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同事根据经验判断她可能怀孕了。得知消息后，老人很是高兴，为了帮小牛增加营养，他连忙架起铁锅熬了一大锅草料，并且还加了许多新鲜的蔬菜进去。同事笑着说，平时都没见你对自己这么大方过。就这样，食物熬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老人将营养餐都盛了出来。小牛知道这是爷爷专门为自己做的，他大口咀嚼着食物，看到小牛吃得很香，老人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，同期怀孕的母牛早就已经下崽了，可唯独自己的小牛却没有半点要生产的迹象。老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很快他便找来了兽医帮小牛检查身体，可经过仔细检查后，医生给出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原来小牛从始至终就没有怀孕过，她的肚子之所以这么大，是因为爷爷平时照顾得好。显然小牛目前已经有些营养过剩，所以才会导致她看起来和怀孕一样。为了小牛健康，爷爷决定开始控制她的饮食。仗着爷爷对自己的喜爱，这家伙依旧改不掉贪吃的毛病。现在老人每天都会陪他一起减肥，一起锻炼身体。有了小牛的陪伴，老人的晚年也变得不再孤单。他们之间的感情跨越了种族，万物皆有灵性。希望爷爷和小牛能够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。男子养了8只柯基，每次逛街都是大场面，家里的床每天被他们霸占着，就连妻子都没地方睡。1年前，柯基夫妇老来得子，一口气生了6只小奶狗。刚出生的柯基宝宝白白嫩嫩，很是可爱。在主人的悉心照料下，小柯基很快就长成了父母的模样。主人每天都会对它们进行训练。别看小家伙腿短，但智商却是出奇的高。每次听到指令后，柯基们都会自觉站成一排，等待主人发号施令。
其中前排的第一只柯基最为聪明，连续3次都听懂指令，伸出了左手。不久之后，训练结束，8只柯基纷纷冲向主人，等待食物的奖励。但为了给他们减肥，主人今天还安排了一项户外运动。对于遛弯这件事，狗子表现得异常兴奋。男主带他们跨过一条林间小溪，随后便开始进行登山。但由于腿短的原因，狗子们开始有些乏力。其中一只名为可可的狗子更是脱离了队伍，这家伙蹲在一边大口喘着粗气。主人说他是腿最短的一个，每次出门都要拖后腿。尽管可可努力追赶队伍，但奈何底盘太低，费了半天力气也只是在原地打转。狗子越想越气，最后直接在原地哭了起来。反观另一边的同伴，此时已经抵达了半山腰，气不过的狗子决定独自下山。由于底盘太低，脸还被撞了一下。虽说有着先天不足，但可可的记忆还是很好的，没多久就返回了家中。不知情的女主还以为狗子中途迷了路，连忙上前询问起情况，而聪明的可可则是把头一扭，半天都不敢吭声。到了晚上，男主开始为他们准备丰盛的大餐。话说这吃的比我都好。开饭前，主人特意检查了今天的训练成果，表现优异的会有额外鸡腿奖励。柯基们也很配合，都领取到了今天的晚餐。到了可可这里，他却表现出一副高冷的样子，看来下午丢的面子现在还没找回来呢。不过主人还是奖励了他一根大鸡腿。除了平时的主食外，男主还会喂给他们许多的小零食。男主说8只柯基最喜欢吃的水果是榴莲，所以他每隔几天都会买回来一个。到了分榴莲的时候，每只狗狗都乖乖排好队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等待主人分配。这时也是他们最听话的时候。为了庆祝狗子1周年的生日，男主斥巨资买下一整车的西瓜，并且还进行了拍照留念。要知道西瓜在韩国是比较昂贵的水果，可以看出主人对他们是真的好。几天后，男主为每只柯基都定制了专属的房间，这样他们就不用和自己抢床位了。虽然照顾8只狗狗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，但在长时间的相处下，男主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转眼间又到了冬天，男主决定带狗狗们去户外玩雪。出发之前当然先要整理一下队伍。随着主人一声号令，8只柯基纷纷跟了上去，狗狗们都抢着去做雪橇，不过位置只有一个，其他的只好去拉雪橇了。每次都拖后腿的可可，这次也不例外，竟然还假装去了趟厕所，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很快几只狗狗在雪地中肆意奔跑起来，跑了几圈后，主人决定让可可也加入进来。结果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。就在主人疑惑不解时，可可却在一旁呕吐起来，没想到他居然晕车了。傍晚时分，主人在房间里烤起了地瓜，8只柯基盯着香喷喷的地瓜快要馋哭了，口水都流了一地。主人见状连忙把食物分给他们。此时被忽略的女主就尴尬了，还好她及时反应过来，急忙将地瓜送上，这才化解了尴尬的局面。男主说自从自己养了8只柯基后，每天都很开心，狗狗们陪伴家人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。它们的出现是平淡生活里的一副增味剂，当看见小狗对着你微笑时，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。最后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善待自己的宠物。